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广安，这个地方是邓小平同志邓爷爷的故里。我去年来过，今年往这里路过，因为我往贵州方向走的话，就再来这里看一下。来到南方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？太热了，现在不到9点钟，显示已经差不多30度，非常炎热啊。这个跟南方跟北方区别就在这里啊。这个里面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很多游客啊。因为这里是8点半开始进入景区，有很多人在排队。这就是邓爷爷的铜像，在故里里面。这里是铜像广场。邓爷爷的铜像哪里还有？在深圳的莲花山也有。前方是邓爷爷故居陈列馆。看到这个车没有？这是红旗牌检阅车，1981年9月邓爷爷当时乘坐的。这个车非常霸气吧？这是方向盘。邓爷爷1981年、1984年好像都乘坐过这辆车。这样看这辆车是不是非常霸气？很好看吧？在邓爷爷故居旁边有一个碾池，听说邓爷爷小时候学习非常的刻苦，常在这里取水研墨习字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用毛笔写字嘛，并在池中的洗笔，就这个地方。已经到了故居了，我身后这里就是邓爷爷同志的故居，现在准备进去看一下，可以看到环境是怎么样子的。邓爷爷1904年诞生在这里，是一个川东风情的农家小合院，坐东朝西，由东南北3组单层建筑组成。整个院子占地833.4平方米，共有17间房屋。这座邓家老院子是由邓爷爷祖上3代人陆续建造而成的。最早修建的是于北面的北厢房，就是最左边那一边。所以这座房子到现在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。北厢房有6间房屋。当时邓爷爷呢，童年时光、少年时光就在北厢房那边的房间里面居住。因为现在一大早，游客呢分开走了，来到这里可能就不是太多人。现在往里面走一走，先去入口看一下。这些都是经过翻修的。先往这边进一进，这个应该是属于农具室，就存放农具的。早年是邓家祖辈的住房，后面改为农具房。当时邓爷爷父亲在这个地方有田产。那这个东西大家见过吧？那个是风车。这个就是盛放稻谷的。如果说以前没有打谷机的话，那稻谷的话要用甩放在这里面。农具室旁边，这里是属于织布室。可能这些织布机大家都没见过，这种你见过没有？早年是邓家祖辈的织布室。当时邓爷爷的祖母和母亲都在这里织布。其实在古代或者是比较很早的时候，一般家中的女子都会做一些针线活或者织一些布，因为这也算是一门手艺。这织布机很多故居都有啊。继续往前面走，看看这里是哪里。这里面还是挺凉快的。这个是卧室，这是邓爷爷的姐妹住房。这个地方是于邓爷爷的大姐出嫁前的住房。故而这个地方应该也算属于女子的闺房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梳妆台，然后有一些相当于衣柜放衣服的。这种床大家见过没有？这种老式的床，现在的床基本都到席梦思了，跟那个时候是不太一样的。在闺房的旁边，这里属于北堂屋。
就是邓爷爷的家日常待客的地方，就是有客人来的话，就在这里接待。他这里有北堂屋、南堂屋。继续往前，看看这边是哪里？这边是邓爷爷童年、少年时期的住房。最开始的时候是邓爷爷父亲的居室。1904年8月22日，邓爷爷就在这里诞生，并在这里生活学习，度过了15个难忘的春秋。直到他离开广安，就是说15岁，他都是居住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来到广安一定要来邓爷爷的故居故里看一下。像这个桌子，有可能邓爷爷小时候就在这里学习，在这里读书。这是邓爷爷小时候的照片，是不是很帅气？在邓爷爷居室的旁边，这里就是饭堂，就是一家人在这个地方吃饭。那个时候有专门的饭堂，包括现在农村吃饭的话，可能就在厨房。你像农村的很多厨房都可能是20-30个平米或者40-50个平米，这个跟城市是不一样的。城市可能厨房比较小，有饭堂那肯定是有厨房。那这个是当时邓爷爷家的厨房，是日常的活动中心。邓爷爷曾在这里帮助母亲添火做饭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你像我们小时候或者农村很多人小时候，母亲在做饭的时候，自己就跑来添火或者看着母亲做饭。因为用柴火做饭，一直要看那个火嘛，如果柴烧完了，那火就小了或者熄灭了，所以就一定要一直加。这是碗筷，那里面可能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养的家禽这些。这个是正堂屋，就是接待比较重要宾客的地方。现在进去看看。那么宾客来了，就坐在这两边，在这里商谈事情。打个比方说，老师来了，或者是舅舅来了，等等这些。在堂屋的旁边，应该就是邓爷爷父母亲居住的房子。邓爷爷的父亲也在成都读过书。邓爷爷的父亲交友颇广，思想开明，所以呢，为邓爷爷选择了留洋的道路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墙上是邓爷爷父亲和母亲的画像，梳妆台还有床。现在确实这种床的话很少很少的，一般都是在景区或者是古城能看到，因为现在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那也是衣柜，放东西的地方，现在也很难得见得到了。在堂屋的另外一边，就是邓爷爷弟弟，他们先后在这里居住。这里资料写的是有3个弟弟。这边就是邓爷爷和奶奶居住的地方，就祖父。邓爷爷的祖父为人简朴，一生务农。祖母呢，家庭妇女，为人宽厚仁慈，心地善良。因为那个时候一家也都是居住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在邓爷爷的这边，我们刚才看到饭堂那个地方，一到了吃饭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，也是家庭重要活动的地方。刚才资料上也写了，因为基本吃饭的话，一家都在，出去忙农活的或者出去干事的都回来了。特别是晚饭的时候，中午的话可能有时候出去回不来，但是晚上的时候就很热闹了。在邓爷爷祖父的旁边，这边就是邓家的作坊。这个地方以前做过厨房，后面改成作坊，就是制作粉条、挂面，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出售。粉条大家都很喜欢吃，但是怎么制作的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挂面的话也是一样的。说到这个面，西北吃面特别多。我去年包括今年去西北，
之后基本是天天吃面。当然，西北的面跟南方的面可能还是有点区别。那这个是石磨，就是把玉米或者那些其他东西磨成粉去加工，可能是这样的。我现在是在邓爷爷故居的后面。邓爷爷在这个地方生活了15年。其实现在看看这个地方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青山绿水的。到了夏天，知了一直在叫。邓爷爷的故居我们就参观完了，我已经出来了。现在是游客越来越多了，大家来广安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。